婚礼当天，沈柔穿着婚纱，幸福地挽着李浩。李家是豪门，婚礼风光无限，宾客们纷纷羡慕她嫁得好。婆婆李母却突然指责她家人不懂规矩，让沈柔难堪。婚宴结束后，李母突然拿出账单，总共103万，按习俗，女方出41万。沈柔震惊失色，婚前明明说好李家全包，她父母是普通工薪族，根本拿不出这笔钱，有白纸黑字吗？李母冷笑，李家的规矩不能破。沈柔如坠冰窟，婚礼的喜悦瞬间粉碎。她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婚礼现场人声鼎沸，灯光璀璨，沈柔穿着洁白的婚纱，挽着新郎李浩的手臂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李家作为城里的知名企业家族，这场婚礼自然是风光无限，宾客云集。新娘真漂亮，听说是白领出身，能嫁入李家真是好福气啊！角落里，几位宾客小声议论着，听说婚礼全部由李家承办，一点都不让新娘家操心，真大气。沈柔微笑着向来宾致谢，心里却有些忐忑。作为一个普通白领家庭的女孩，能嫁给李浩，她已经很满足了。婚前，李家就承诺婚礼费用全由他们负责，让沈柔的父母不必担忧。这酒席怎么回事？怎么安排的这么乱？婆婆李母突然走过来，低声斥责沈柔：“你家人也太不懂规矩了，让他们坐在那边怎么行？”沈柔尴尬地笑了笑：“妈，是婚庆公司安排的，我去调整一下。你父母也不懂这些规矩，以后要多教教他们。”李母意有所指地说完，转身走向其他宾客。李浩握了握沈柔的手：“别在意，我妈就这脾气，你慢慢就习惯了。”婚礼进行得很顺利，沈柔强压下心中的不快，对自己说：“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，不该计较太多。”直到婚宴结束，宾客们陆续离场，李母突然拿出一个文件夹：“现在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咱们来算算这次婚礼的费用。”李母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冷意。沈柔一头雾水：“妈，不是说婚礼费用都由你们来负责吗？”李母冷笑一声：“谁说的？婚礼是两家的事，你们家难道打算一分钱不出？”她打开文件夹，里面是一份详细的费用清单，总共1036500元。李母宣布道：“按照习俗，男方出60%，女方40%，你们家得出414600元。”沈柔如遭雷击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她的父母更是目瞪口呆，他们普通的工薪家庭哪来这么多钱？这不对吧？之前不是说……沈柔的父亲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说什么了？有白纸黑字吗？”李母打断道：“我们李家的规矩就是这样，难道你们想让我儿子蒙受损失？”现场气氛骤然紧张，剩下的宾客也开始窃窃私语。沈柔站在原地，感觉天旋地转，婚礼的喜悦荡然无存。婚宴厅里只剩下两家人，李母手持账单，一项项念着：婚宴场地租金50万，新娘礼服15万，摄影团队10万，婚车5万，鲜花布置8万。沈柔听得眉头越皱越紧，她记得婚纱是在普通婚纱店租的，最多几千元，摄影团队也是普通档次，绝不可能花10万。等一下，沈柔打断道：“这些消费明细不对啊！我的婚纱是在城东的美丽新娘租的，最多5000元，怎么会是15万？”“哼，那是因为后来我看不上那家，
特意换了进口定制的。李母冷冷地说：“再说了，这些都是你们娘家要求的高规格。现在想赖账，我们什么时候提过这种要求？”沈柔的母亲忍不住反驳：“我们只希望孩子们开心，从没说过要这么奢侈的婚礼。你们没明说，但态度摆在那里，难道让我儿子丢脸吗？”李母声音提高了8度：“我看你们就是不想认账。”沈柔的父亲气得浑身发抖：“我们家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，这些消费我们完全不知情。爸妈，别生气。”沈柔拉住父母，转向李浩：“浩，你说句话啊！”李浩神色尴尬，低声道：“柔柔，这事确实有些突然，但婚礼确实花了不少钱。你是站在你妈那边了？”沈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……”李浩支支吾吾的解释：“够了！”沈柔的父亲忍无可忍：“我们走，这种欺人太甚的事，我们不能接受。”他拉着妻子转身就走。沈柔慌忙追上：“爸妈，你们等等我！你现在是李家的人了，好好跟你婆婆商量吧。”父亲的声音中满是失望。沈柔站在原地，泪水模糊了视线，回头看向李家人。李母正冷眼旁观，李浩欲言又止：“这账单必须彻查清楚。”沈柔擦干眼泪，语气坚定：“我要看到每一笔消费的凭证。”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李母怒斥道：“嫁进李家就要有李家的规矩，这是你应尽的义务。什么规矩允许你们这样欺骗我和我的家人？”沈柔反问。李母拍案而起：“好，好得很！刚进门就这么不懂事，我看这门亲事是结错了。”“妈！”李浩急忙劝阻：“别这么说，我们慢慢解决。”沈柔看着眼前的婆婆和丈夫，心如刀割。她嫁入的不是爱的港湾，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。听说沈柔婚礼后要出40多万，这不是敲诈吗？李家做得太过分了，明明说好全包，现在又反悔。我看沈柔这婚结得太草率了，现在后悔也晚了。婚礼账单的事情很快在亲友圈传开，沈柔的手机不断响起，全是关心她的亲友：“柔柔，要不你就离婚吧，这婚才结几天啊，就这样算计你。”表姐在电话里愤愤不平：“现在说这个还太早。”沈柔叹了口气：“我得先搞清楚这笔账到底怎么回事。”挂了电话，沈柔找到正在书房工作的李浩：“浩，我们谈谈婚礼账单的事。”李浩眉头微皱：“这事听我妈安排就行了，我们自己的小家庭还有很多事要忙。婚礼之前明明说好由你家全包，现在怎么反悔了？那些消费项目很多都对不上，婚纱哪来的15万？”沈柔反驳说：“这个可能是我妈觉得原来那件不够好，换了高档次的。”李浩支支吾吾：“那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？这完全是单方面决定。”沈柔急道。李浩放下手中的文件，语气有些不耐：“柔柔，结婚是2家人的事，你娘家出点钱也很正常。再说了，我觉得那账单没什么问题。”沈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你真的觉得那些虚高的价格合理？我妈不会乱来的。”李浩避开她的目光：“这事就这样吧，别再提了。”看着丈夫冷淡的态度，沈柔心如刀绞。她决定自己调查。连续几天，沈柔暗中联系婚礼上的各个商家。让她震惊的是，很多账单上的商家要么联系不上，要么报价与账单相差悬殊。最可疑的是，账单上标明的高级定制婚纱，那家店铺的老板直接表示没有接过这笔订单。我们店里最贵的婚纱也就3万多，从没卖过15万的。与此同时，婆婆开始在家族群里发言：现在的年轻人
真是不懂事。结个婚还要斤斤计较，真是给李家丢脸。李浩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淡，整天加班，回家后很少与沈柔交流。沈柔感到孤立无援，可婚礼账单背后的真相又让她无法释怀。100多万的账单，至少有一半是莫名其妙的支出，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？对不起，这个我们不方便透露客户信息。婚庆公司负责人王经理面对沈柔的质询，态度敷衍。我是新娘本人，这些消费都应该由我的签字确认，为什么我对很多项目完全不知情？沈柔追问，这个可能是您婆婆代签的，您知道，很多细节新人不一定都参与。王经理擦了擦额头的汗，沈柔正准备继续追问，一个年轻的女员工悄悄给他使了个眼色。半小时后，在婚庆公司附近的咖啡厅，我叫小林，是婚庆公司的策划助理。女孩紧张地左右张望，您的婚礼账单确实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沈柔急切地问。小林压低声音，有些项目根本就没有实际发生，比如那件所谓的进口定制婚纱，还有宴会厅的升级服务，这些都是临时加上去的。是谁加上去的？沈柔接着问。我不敢确定，但据我所知，这种情况通常涉及回扣问题，就是有人故意虚报价格，然后从中抽成。小林声音更低了。沈柔心头一震，你是说有人从这些虚假消费中获利？小林点点头，您最好小心调查，这里面牵扯的可能不简单。带着这个惊人的发现，沈柔直接找到了李浩。这婚礼账单里至少有一半是虚假消费，有人在中间捞钱。沈柔将调查结果告诉李浩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李浩听完后突然勃然大怒，你到处这样打听，是想让我们李家丢脸吗？婚都结了还揪着钱不放，太让人寒心了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原则问题。沈柔也提高了声音，有人在利用我们的婚礼行骗，够了，我不想再听这些无凭无据的指控。李浩转身离去。这场争吵让沈柔心灰意冷，她收拾了简单的行李，回到了娘家。没想到李母很快在家族群里发表言论，某些人娘家1分钱不想出，现在竟然威胁要报警，真是翻脸不认人。李家的脸都被丢尽了，亲戚们纷纷附和，太过分了，结婚哪有不花钱的，这是想白拿李家的好处啊。面对这些指责，沈柔的父母也气愤不已。我们家虽然不富裕，但从没想过赖账。问题是这账单本身就有猫腻。在一片混乱中，沈柔做出了决定。她拿起电话，拨通了警方的号码。我要报案，关于一起可能的经济诈骗。经过初步调查，婚礼账单中确实存在虚假消费情况。警官陈明翻着记录本说道，比如账单上标注的定制婚纱，相关商家表示从未提供过这项服务。沈柔点点头，我就知道有问题。还有其他发现吗？婚庆公司的部分负责人已经联系不上了。陈明皱着眉头，几家提供婚礼服务的商家也突然关门，这很不寻常。沈柔回忆起婚礼筹备的过程，突然想起一些细节。婚礼前，婆婆曾强行接管了很多事项，包括场地、餐饮和摄影团队的选择。当时她说要给我们最好的，李浩也完全支持她。你有参与任何消费决策吗？陈明问道。几乎没有，婆婆说她经验丰富，让我专心准备就好。沈柔苦笑，现在想来，这可能是个局。回到娘家，沈柔发现父母愁眉不展。女儿，这事闹大了，
对谁都不好。母亲叹气道：“你才刚结婚，要不就算了吧。”妈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诚信问题。沈柔固执地说：“我不能让他们这样欺负我们。”父亲担忧地看着女儿：“可你的婚姻怎么办？李家现在肯定对你很有意见。”沈柔咬着嘴唇没有回答。这时手机响起，是李家的家族群又在活跃。李母发言：“某人不但赖账，还报警威胁我们，这是想逼死谁？李浩真是瞎了眼，才娶这样的媳妇。”亲戚们纷纷附和，言辞激烈，唯独不见李浩的发言。沈柔刚想关掉手机，警官陈明的电话打了进来：“沈小姐，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。”陈明的声音异常严肃：“有一笔大额银行转账，金额与婚礼账单上的虚假消费高度吻合，是谁转的款？”沈柔心跳加速。陈明的回答让沈柔震惊不已，她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竟然是那个人。陈明顿了顿，根据目前的证据，转账人身份是李浩。陈明的话如同一颗炸弹，在沈柔心中炸开。转账记录显示，李浩本人将52万6千元转入了一个私人账户，这个金额几乎和婚礼账单中的虚假消费项目总和一致。沈柔瞬间感到天旋地转，不得不扶住墙壁才能站稳。她无法相信自己的丈夫会做出这种事，一定是搞错了。她喃喃自语：“一定是搞错了。”沈小姐，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。陈明递给她一份银行转账记录，这是李浩在婚礼前2天的操作，收款方是一个叫王明的人，正是您提到的那家婚庆公司的负责人。沈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拨通了李浩的电话：“我在警局，你现在立刻过来一趟。”他的声音冰冷而陌生。1小时后，李浩面色苍白地出现在警局，看到沈柔和警官面前的文件，他的表情瞬间垮了下来。“解释一下，这笔钱是怎么回事？”沈柔直视着他的眼睛。李浩低着头，沉默了很久，终于开口：“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会被发现，所以你承认了，婚礼账单是你作假的。”沈柔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。李浩点点头，瘫坐在椅子上：“是我和王明商量好的，在账单上虚报一些项目，然后把钱转给我。”“为什么？”沈柔质问。“你们家那么有钱，为什么要这样算计我父母？”李浩苦笑一声：“有钱，那都是表面现象。”他抬起头，眼中满是痛苦。“我的创业公司去年就已经资金链断裂了，欠了银行和投资人将近500万。我一直瞒着所有人，包括我父母。所以你打算用婚礼敲诈我家，弥补你的亏空？”沈柔难以置信：“我当时脑子糊涂了，想着婚礼本来就要花钱，如果能从中挪用一部分解决我的债务危机。”李浩痛苦地捂着脸：“我本来打算用你家出的钱还债，然后慢慢挣钱还给你父母。你妈知道这事吗？”李浩摇头：“他不知道，他只是向来看不起普通家庭，想借机给你们点下马威。我利用了他的这种心理。”沈柔感到一阵恶心，她嫁的不是心仪的爱人，而是一个精心设计骗局的骗子。李先生，虚构婚礼消费，骗取他人财物，已经构成诈骗罪。陈明警官严肃地说：“根据金额，情节严重，可能面临刑事处罚。”李浩浑身颤抖：“我愿意承担责任，只是希望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。”沈柔冷笑一声：“弥补？你觉得这种背叛还有弥补的余地吗？”就在这时，李母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
浩浩怎么被警察带走了？当他看到桌上的转账记录和供词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这不可能！李母尖叫道：“一定是搞错了，我儿子不可能做这种事。”沈柔冷冷地看着他，现在证据确凿，您还要狡辩吗？李母转向李浩：“浩浩，你告诉妈，这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”李浩低着头，声音几乎微不可闻：“妈，对不起，都是真的。”李母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，仿佛瞬间老了10岁。陈明警官公事公办地说：“李先生已经承认了罪行，根据金额和情节，可能面临3年以上有期徒刑。不过，如果能够全额退赔，并获得受害人谅解，可以从轻处罚。我们家有钱，我们可以赔。”李母急忙说，然后转向沈柔：“孩子，这事就这么算了吧，我们李家绝不会赖账，会把钱全部退还给你父母。”沈柔看着曾经咄咄逼人的婆婆，此刻却如此卑微，心中五味杂陈。“我需要和我父母商量。”她简短地说。回到家中，沈柔将事情经过告诉了父母。这李家人太可恶了，父亲怒不可遏，居然想用这种手段骗我们的钱。母亲叹了口气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李母现在肯定也很痛苦，儿子犯了错要坐牢，哪个做母亲的能接受？那你们的意思是原谅他们？沈柔不解地问。“不是原谅，而是体谅。”母亲握住女儿的手，“婚姻是一辈子的事，李浩犯了错，但如果他真心悔改……”妈，沈柔打断道，他不是一时冲动犯错，而是精心策划了这一切。从筹备婚礼开始，他就打算欺骗我们。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信任可言？父亲沉思片刻，女儿说得对，这不是小事，不过最终决定权在你手上，毕竟是你的婚姻。沈柔心如刀割。第二天，她再次来到警局，李浩和李母已经在等她。“柔柔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”李浩哭着说，“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。公司如果破产，我们的生活就完了。我只是想挽救我们的未来。用欺骗开始的婚姻，有什么未来可言？”沈柔反问。李母插话：“孩子，婚姻哪有十全十美的？只要浩浩痛改前非，够了。”沈柔打断他：“如果不是警方调查，你们打算一直隐瞒下去，对吗？”李浩和李母无言以对。“我可以考虑不追究刑事责任，但有一个条件。”沈柔冷静地说。“什么条件？”“只要能让浩浩不坐牢，什么条件都行。”李母急切地说。沈柔深吸一口气：“离婚。”李浩猛地抬起头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不行，绝对不行！”李母激动地喊道。“离了婚，李家的脸面往哪搁？还在想着脸面？”沈柔冷笑：“要么离婚，我不追究；要么不离婚，我坚决追究到底。”沉默许久，李浩终于抬起头：“我同意离婚，我会承担所有责任，退还所有款项，并赔偿你们的精神损失。”李母惊恐地看着儿子：“浩浩，你疯了吗？”“妈，是我对不起柔柔。”李浩苦笑道：“我配不上她。”1周后，离婚手续办理完毕，李家不仅退还了全部婚礼费用，还额外支付了精神损失费。由于沈柔的谅解，法院对李浩处以缓刑，不必立即入狱，但他的创业公司也因此宣告破产。真是没想到，看似风光的李家公子居然会做出这种事。亲友们私下议论纷纷，沈柔好歹脱身了，这婚姻要是继续下去，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呢。婚礼账单事件的真相曝光后，李母再也抬不起头来。她几次试图联系沈柔，希望修复关系，但都被婉拒了。“柔柔，我知道我们家对不起你。”
李母在电话中哽咽，但浩浩是真心喜欢你的，只是一时糊涂。阿姨，有些错误不是一句糊涂就能解释的。沈柔平静地说，祝您和李浩生活顺利。挂断电话，沈柔望着窗外，短短1个月，她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起伏，从梦幻婚礼到痛苦离婚，从憧憬未来到幻想破灭。没事吧？闺蜜小文递给她一杯咖啡，沈柔摇摇头，想通了反而轻松。这段经历让我明白，婚姻不是逃避现实的避风港，而是需要2个人共同面对困难的征程。李浩最大的错误不是欠债，而是选择欺骗而非坦诚。小文感叹道，是啊，如果他当初坦白他的困境，或许结局会完全不同。沈柔轻声说。2个月后，沈柔重返职场，专注于自己的事业。她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网络文章，意外获得了大量共鸣。许多人分享了类似的婚姻陷阱经历。一天，她收到了李浩的一封电子邮件，柔柔，我知道道歉已经没有意义，但我还是要说对不起。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思，明白了欺骗是多么可怕的错误。我正在努力重建自己的生活，也希望你能幸福。李浩。沈柔没有回复，她关上电脑，走向阳台，阳光温暖地洒在她脸上。新的一天正在开始。婚礼账单事件给她的不仅是伤痛，更是成长。她学会了坚强，学会了分辨真假，也学会了更加珍视自己。人生就像一本账簿，沈柔对自己说，每一段经历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，哪怕是痛苦的教训。远处，城市的轮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沈柔深吸一口气，迎着阳光迈出了坚定的步伐。无论前方道路如何，她都有勇气继续前行，因为她明白，生活的账单最终要由自己来清算，而爱情的真相值得用一生去寻找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